咱这心情啊，每天都像过山车啊，刚下来还没喘气呢，就滋溜一下给上去了。有一个男士给我打电话啊，那气得嘴直打哆嗦啊。男士是93年的，今年30岁，自己开了一个门头店，年薪在10万左右，相亲也有个2-3年了啊，一直就没遇到个合适的。家里人就着急啊。这去年家里就有个亲戚给他介绍个相亲对象，女方呢是95年的客服啊，她长得不高，但是人看得很乖巧，见面给人感觉就很温柔啊。这个男士看了第一眼就看上了啊，说什么也得追到手啊，于是就主动出击，隔三差五就约出来，没事就得献献殷勤，给这姑娘送点花呀，送点礼物。好在呀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追了3个多月啊，人姑娘同意了，说可以谈恋爱了。于是呀这个男士就特别的开心，还邀请这个姑娘去家里。男方父母一看，新进门的媳妇啊，也给了几千块钱见面礼，算是确认了关系。男方也大包小包的去了女方的家里见了父母。这关系啊就算是定下一大半了吧。这男士啊就很纳闷一件事情啊，跟我说呀，就是每次他跟这个姑娘约会的时候，他都会主动拉着姑娘的手，但这姑娘呢直接就不让碰啊，说自己对待感情是很认真的啊，两人还没发展到那一步，他就不太想做太亲密的行为。男士就想着那可能是刚在一起吧，于是也没表现的那么紧啊。两人呢还是会一起出来吃饭聊天，反正就是恋人之间该做一些浪漫的事情，这情侣之间该去的地方他们都去了，都做了，但就是没有那种很亲近很甜蜜的感觉。这男士就想着这越觉得越不对劲啊，难不成是仪式感不到位吗？于是就找了几个好兄弟啊，专门在这个公园里面整了个求婚仪式。谁知这姑娘一来他就看到情况不对嘛，立马转身就走，把这男士给弄蒙圈了啊！赶紧上去抓着这姑娘就问是不是不喜欢自己。这姑娘说喜欢，但是两人还不到时候，希望男士不要做这些。好了，这事儿过了之后啊，这两人又谈了小半年，家人开始催着结婚了嘛，你毕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男士就跟这个姑娘说想要结婚的事情，女方也同意了，提出了订婚的要求啊，彩礼10万，3金首饰，给女方这一家买衣服等等。男士呢也都同意了，但就是这个心里觉得不太踏实啊，感觉两人虽然是情侣，但还是没有情侣的那种感觉，在纠结要不要结婚。他就越想越觉得不得劲儿，就找这姑娘啊，这个同一个地方的这个哥们儿去打听一下人家姑娘，就打听出这个姑娘呢是有一个同居了5年的男朋友，还上过家里的啊。把这个男士给气的啊，找这姑娘质问，你跟别人都愿意住在一起了，怎么跟我牵个手都嫌弃呢？这姑娘听完也很生气啊，觉得这个男士在背后偷摸打听她啊，还说了自己只是谈了5年，没有同居那么长时间，只是在一起同居了1年多。男士这回就想让姑娘给个说法，那这1年啊，你看我跟你在一块儿，钱也花了不少，对你也不错，该给的我也给了，怎么到头来连男朋友应该有的待遇都没有呢？这姑娘听了很生气啊，啥待遇啊？谈恋爱就必须要牵手吗？男士听了就反驳她说你想跟我结婚，你连手都不让牵，你不想和你前男友结婚，你还跟他同居了好几年。说着说着，这两人就谈崩了啊，吵了好几天。这姑娘就提了分手，觉得两人性格不合适。男士不干了觉得对他不公平，好吃好喝的照顾了1年多了，说分就分了，这亲戚朋友都照要结婚了，现在还黄了。他就去挽留这个女方啊，但人女方呢态度很坚决，直接拉黑说什么也不联系了。这事咋说啊？就是膈应。有些人呢，他做事他不触犯法律，也不触犯道德，但就是这行为吧，他让人特别的膈应烦。谈了1年恋爱了，那手都不让碰，这明明就是看上了别人条件，看不上这个人嘛，非要给自己整的那么的重感情，自己不反思不体谅，还反手去指责别人，这问心无愧就显得特别的双标。说实话，我听完我都很生气如果你们在相亲的时候发现对方对你他不怎么积极，还愿意跟你确认这个恋爱关系谈感情的也不让你牵手，也不让你碰的，还嫌弃你的这就是看上你条件没看上你这个人了。喜欢本身就是一种相互的感觉，你是能感受出来的。这世道咱不能去钓鱼，但是也不能被人养鱼吧。今天上午有一位40岁的大龄姑娘来找我介绍对象，直接是给我憋出内伤她来找对象没钱的不找，没房的不嫁，长得丑的看不下去，个子矮的接受不了。我说你这个年龄再不降低要求那你就真的嫁不出去了。他一听就开始哭哭得我心里就是又拧巴又难受。他说周边亲戚朋友都已经不给他介绍了，觉得他年龄大好多媒人都只是嘴上答应，1年也介绍不了2个，还都是不符合他择偶要求的歪瓜裂枣。
他越想越后悔啊，边哭啊边说自己这些年的感情经历。曾经啊有个谈了5年的初恋，对他特别好，每个月赚的不多啊，但基本都花在他身上。他想要的基本男方都会满足他，也会心疼他，也会关心他。但那个时候他说自己不懂事，全听家里的。父母不喜欢他这个初恋，因为赚的少嘛，老家又是外地的，条件还差。哎呀，父母就一门心思想让他找一个本地的条件好的有钱的。他就被父母说的也觉得啊自己应该找个条件好的。那个时候他就是一个文员，一个月拿着2000的工资，想着能嫁给月薪1万有车有房的。从那年开始，也就是25、26岁啊，开始频繁的相亲，确实有条件好的看上他了，有车有房好几套，家里还是拆迁户啊。谈了半年呀，怎么也接受不了对方性格不好，不让他不懂他，还经常和他吵架，受不了他就提出分手啊。后面又谈了一个条件不错的，对他也挺好的，带着2人啊谈了不到3个月也分了。他觉得男方太矮啊，长得也不好看嘛，连牵手亲吻的欲望都没有，而且男方性格太老实，觉得这一辈子这么生活他能憋屈死，说什么也不愿意了。那个时候都已经28岁了，周边好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准备结婚了，他还没个对象啊，又开始相亲了。他又特别焦虑啊，想找哎呀差不多就行啊，有房子没贷款的，长得还行，合眼缘了，赚的还可以的就行。结果遇到的啊，不是房子有贷款的，就是父母这家庭条件差的，要么就是长得丑的，怎么也遇不到一个实现审美和心意的。一晃啊，32岁了，他父母也着急了，觉得要不条件降降吧，找个工作稳定的，人踏实能赚，有房子的就行啊。但这姑娘心里不太甘心了啊，不想将就。之后的这2、3年的相了不下20、30位，都失败了。甚至他觉得相亲男士的质量是越来越差，他又特别的迷茫，想结婚呢又不甘心，不想结婚呢又没有以后独居的勇气。35岁的时候，有人给他介绍过离婚的啊，38岁不带孩子，各方面条件都特别好，对方呢也是看中了他是未婚的，愿意认识。但他听了就很生气啊，说什么也不愿意，那觉得自己还是未婚呢，就要去给别人当后妈了，这事还接受不了。好了，这一晃啊，现在30岁了，好多离婚的也不太愿意认识他了，宁可找离异的，也不想找他这个年龄段未婚的。他是越说越后悔啊，说自己挑来挑去啊，以为能找个条件更好的，却发现这条件是越来越差。他就特别的害怕，如果以后再找不到合适的，他可能真的要孤独终老了。听他说完呀，咱以为他是后悔了，哎，那要求肯定降低了。结果呀，择偶要求还是要那房子在市中心没贷款的，离婚不能带孩子，条件必须要好的，独生子家里条件没负担的等等。哎呀，我这庙太小了，王八都要吃不饱要离家出走了呀！你这大佛我这就装不下了，赶紧给送走了。很多大龄姑娘找对象啊，总认为是自己年龄大了不好找了，可大龄也有大龄的择偶圈，从来不反思这问题的本质到底在哪里。大龄不是找不着对象的原因，而是结果。你不是因为大龄你找不着对象的，而是你找不到你能看得上的对象才导致大龄的。所有的理由都只不过是遮羞布。一线城市大龄剩女啊，我跟你们说，真实数字要吓人的。当年你看不上的，你现在依然看不上。年轻的时候挑挑拣拣，一山望着一山高，现在大龄了啊，要求不降反而高了，不甘心又不屈服于现实，网上寻安慰寻鸡汤，那有屁用啊！解决问题先解决本质，接受现实，聪明的人啊才有甜头吃的。最后啊，再发个誓啊，这大龄的我是够的啊，以后再也不伺候了。在婚恋市场上面啊，有句话很有毒啊，说男人一定要有钱有事业才能够去追女人，哎，女人才能会喜欢。这5、6年前有个小伙子啊，当时26岁，本科学历，在国企工作，年收入8万左右，没车没房，父母还务农。他当时来找我介绍对象的时候，那个择偶要求是真不高，他就想找一个大专学历啊，合眼缘，性格好的姑娘。当时呢，我应该给他介绍了有3位啊。这第一位是在这个事业单位吧，比他大了2岁。当时2人见面啊，这个女孩子嫌他个子不高，还没有房子，就给拒绝了。第2位呢是一个会计啊，跟他还谈了有1个多月，后来呢是因为他收入低，还没有房子，家里条件差，谈着谈着呀，人家也不同意了，他的心态就彻底崩了啊，跟我说啊，先不找了，准备认真工作2年，等有钱了，买了房子之后再来找对象。好了，就这么一消失走了好几年啊。上个周啊，出现来找我了，说家里人太着急了，想让他找个女朋友。32岁了，这几年呢确实努力工作，攒了有30多万，家里又给他凑了一些，在老家呢交了首付，买了房子，买了一辆代步车啊，工作有起色呢，也做了主管，年薪啊到了12万了。他说现在有车有房了，女方应该不挑我了吧？他想找一个28岁以内啊，有眼缘，性格温柔的这个独生女。我们俩聊完之后，就给他在资料库里就筛选了几位他比较满意的。这一位呢是28岁，长得确实很漂亮，在私企做内勤，他就很喜欢这姑娘的长相。但问了这个姑娘之后啊，女方觉得她房子不是学区房，而且面积比较小，父母还是农村的，就拒绝了。还有一位25岁，他也想认识，但那姑娘嫌他年龄大，
这工作也一般的也给拒绝了。还有一位呢，是因为他的父母没有退休金啊，也给拒绝他了。他就问我呀，我努力变优秀了，为什么别人还是嫌弃我呢？我做婚恋这个行业越久啊，就会把这个现实看得很透彻。当你年龄越大，你就会发现啊，你能够遇到那个怦然心动的另一半的机会就越小。我们会为房子焦虑，为车子焦虑，为工作焦虑，想要那种很纯真的爱情啊，却发现再也找不到了。换来的是你房子面积多大，你年收入多少，父母有没有退休金啊？你对自身能力是越来越不自信，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越加的恐慌，甚至觉得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我凭什么要拥有感情？这也是在婚恋市场上面很多男人都会有的一个感觉啊，我一定要变得优秀，这样我才能在一段感情当中变得得心应手，才能够更加的自信啊，才能够配得上所谓的爱情。但是你要明白一点啊，你认为的那些优秀其实只是加分项，永远都不是决定项。你在变优秀啊，别人也不会停的，这不过是给你自己自卑、怯懦、拖延的一个理由而已。很多时候啊，不是给别人机会，而是给你自己争取一个机会，试一试嘛，哪怕概率只有10%，也比多年之后拥有一堆头衔，遇见对方他玩都会打酱油了要好吧？求的是内心无愧和心安而已，能够在几年之后事业有成啊，实现理想的凤毛麟角。多数都是妥协于现实的，即便是有事业有成的，找对象可能不会再嫌弃他没车没房没钱，开始嫌弃他年龄大、工作累、长得还老了。所以啊，我见到的大多数都是几年之后后悔的人。哎呀，当初选择他之后，当初早点找对象就好了。不要相信啊那句等你优秀之后，有钱了、有车有房，就会有女人喜欢你了。换句话讲，那你变得优秀，人姑娘也会变得优秀。你变得优秀，那姑娘的那些潜在对象们也会变得优秀。你又凭什么觉得自己的优秀的速度比他们都要快呢？再勉强的启动都好过等待和迟疑，大胆去爱嘛，喜欢就去追，哪怕失败了，你也可以获得这段感情的反馈，知道自己如何要变成更好的爱人。读10000本书啊，不如自己去追、去爱、去相处得到的经验要好。一次就成功的概率几乎是不可能的，经历过挫折成长，这才被称为变得优秀。你要知道一个很扎心的真相，25岁的女生看不上25岁的你，即便你35岁事业有成，即便她依然单身，大概率啊也会看不上35岁的你的。